体验鬼秤缺斤短两。鬼秤添加黑科技，悄然坑人没商量。地方电子秤都给人增加，人减少。小到别人菜单买菜单，大到高速公路收站都可以。改秤违法，先知不明，是谁如此胆大妄为？你这个东西已经犯法。敬请关注财经调查，为您解开鬼秤背后的秘密。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陆展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秤。作为衡量商品重量的日常工具，秤是百姓经济生活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帮手，它与公平交易和消费者权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因此，秤应当是质量合格、衡量精准的。然而，记者在调查当中却发现，在市场上有一些无良商家在秤上做手脚，很多消费者购物时都遭遇过缺斤短两的事情。坊间把这种做了手脚、称重显示和实际重量之间存在偏差的电子秤称之为是鬼秤。那么，这些商家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使用鬼秤？是谁在销售鬼秤？鬼秤又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本期的财经调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到一线去揭开鬼秤背后的秘密。按照群众举报线索，2024年4月，记者在相关计量主管单位购买到了2台制作校准的标准电子秤，来到了山东省烟台市。在路边，记者随机选择了一个卖烤红薯的流动摊位，开始了电子秤的测试。重量不多，总价也低的2个烤红薯，会不会够秤呢？2个重0.93公斤的烤红薯，记者用标准电子秤计量为0.81公斤，少了0.12公斤。临时的路边摊点缺斤短两，日常生活中经常光顾的水果摊，这里的电子秤会不会精准一些呢？记者来到路边的摊点，继续进行测试。这个瓜呢？10块，红杏2.5公斤。重量为2.54公斤的羊角蜜，记者复称为2.42公斤，也少了0.12公斤。重量少不多，是不是称重时操作出现了问题，偶尔出现了失误呢？记者第2次返回了这家水果摊，再次进行了测试。你多少钱一斤啊？6块一斤啊？4.540，多少钱？5.4。这次的称重结果怎样呢？重量为4.54公斤的莱阳梨，记者复称为4.13公斤，少了0.41公斤。2次测试都出现了斤两上的偏差，看来这家摊位的电子秤确实存在缺斤少两的问题。那有着固定门面房的超市等商店，这里的电子秤是否就没有问题呢？记者走进小区的这家商店，开始了电子秤的测试。这苹果多少钱一斤？8块一斤，2210千克哈，一共多少钱？摊位上称重2.21公斤的苹果，记者复称为2.11公斤，少了0.1公斤。再买一次，重量还会不会少呢？记者再次来到这家小店，购买了更重一些的香蕉。香蕉多少钱一斤啊？2.9公斤。香蕉店内称重2.905公斤，记者复称为2.76公斤，少了0.145公斤。日常居民小区的电子秤缺斤少两的现象如此，在一些人群聚集的热点地区，这里电子秤的精准度则出现了更大的偏差。在烟台市区的玉皇顶医院附近，记者来到了这家常年卖水果的摊位，这里电子秤的误差让记者更是吃惊。这个呢，1900克是吧？一共多少钱？8，够称吗？够了。哈哈干摊位内称重1.90公斤，记者复称为1.59公斤，少了0.31公斤。紧接着，记者第2次来到这家水果摊，继续进行测试。3665克。沃柑店内称重3.665公斤，记者复称为3.06公斤，少了0.605公斤。眼见着买的越多，电子秤的误差就越大，记者决定再次进行测试。5.28公斤是吧？对，这是公斤秤。第2次买的沃柑店内称重5.28公斤，记者复称为4.42公斤，少了0.86公斤。经过一番查，记者发现缺斤短两的现象在烟台的市场上多次出现，不仅是固定的超市、流动的摊位，只要有需要称重的地方，均有不同程度的少称现象存在。不仅是记者感受到了市场上暗流的这层缺斤短两的问题，更多消费者也把自己碰到的这样的问题曝光在了网络平台上。有买肉被坑的，有买海鲜被少称的，
也有买水果遭遇各种黑心称的。140克。你告诉我大家放不放？你刚尝，就从30块钱跳到了10块钱一斤，这很过分。而榴莲更是成了黑心称的重灾区。最新的，300克，6两，整了6两，底下还有盒子，还有袋子。哪有10一斤啊？这才8斤啊！对啊。这个本身就不够称的，我们给你买贵的，但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秤上面给我写清楚。市场乱象频出，执法人员展开暗访。3个钟我自己才是去年嘛，这才办了这段时间嘛，这是要正常。摸清电子秤造假套路，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对生产、销售、使用作弊者缺斤短两，并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严重者。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眼见着市场上出现电子秤缺斤短两的现象，消费者和市场监管部门都在寻找着原因。市场上这些缺斤短两的电子秤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缺斤短两的问题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2023年5月，贵州省市场监管部门就在群众的举报中获知了贵阳当地存在贩卖改装电子秤的情况，并且这些改装的电子秤流向了全国各地。2023年5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联合贵阳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电子秤的清理行动。执法人员首先在贵阳市多个市场展开了暗访调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摸清和揭开不法商贩究竟是怎样改装电子秤的这个行业黑幕。2023年5月，执法人员首先在贵阳市罗汉营综合批发市场展开暗访。在眼前这家只有几平方米的5金小店里，当暗访的执法人员提到可有缺斤短两的电子秤时，老板的态度有些耐人寻味。应该可以到哪个程度呢？6级的9个月，可以做到6级吧？对。交谈中，老板对于售卖这种秤显得有些顾忌，并透露购买一台普通的标准电子秤售价只要100多元，但经过改造能够实现缺斤短两的电子秤则需要300多元。利润这么好的生意，不仅是个一家店，市场里的其他店主都在私下贩卖这些不合格的电子秤。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警惕性不高的店主则非常热衷于推销这种改造后的电子秤。你想要几两的？我看的是按图是，地方海鲜的不要这么大，不需要这么大。究竟如何才能让合格的电子秤变成可以缺斤短两的不合格电子秤呢？在暗访中，这家店铺的老板现场开始了演示。他从货架上拿下一台秤后，不用任何调试，开机后按2下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要输密码吗？告诉你，你看这个是9秒，这是8秒，然后这个是7秒，这是一新的东西，我称下来已经3两了，然后这个是正常的。最高的7两嘛，是吧？可以给你做成任何质量，只要你想要会给你做。不仅是用密码修改电子秤的程序，对于怎么应对消费者发现缺斤少两的问题，女店主也有办法。发现的话，你光机，然后也不喜欢这个，我们慢慢用嘛，你们用手的到时再来搞。小要推销哈，因为小孩都到现在，现在主要是做小孩。看到有生意上门，眼前的这位老板也很积极，立即拿出一台电子秤，演示他家的电子秤变身戏法。执法人员在暗访中看到，经过老板在电子秤上一顿操作，输入不同的勾串数字之后，这台标准的电子秤瞬间就改变了计量的准确度，而且想称出多少重量就称出多少重量。为了不让消费者发现自己的秤有问题，老板还透露了一些他家电子秤的绝招。这个有声音啊，它有手，然后它就说这个，现在开始那个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就是其他你就听不到了，是吧？和上一家秤店一样，当男店主输入几串数字后，几秒钟就把一台标准电子秤改成了不合格的电子秤。10%、20%、30%发到谁是谁？这个我们的想法，你马上99.7。看了之后，然后这些就可以随便按。
随着执法人员在贵阳多家五金市场的调查深入，执法人员发现，眼下的市场里不仅是售卖普通的不合格电子秤，最热门的是一种技术含量更高、隐秘性更强的遥控电子秤。在执法人员现场记录的暗访画面中，店主们声称，电子秤改装并不稀奇，最难的是要巧妙的随时改变电子秤的计量标准，而且还要隐蔽的不让人发现。在他的店里就有眼下伪装性更强的遥控电子秤。是不是像这种骗人？他们这些你们都不骗啊？是有那种会啊？有吗？店主一边介绍，一边从货架上拿出一把酷似汽车钥匙造型的作弊遥控器。你没抢嘛？我就给你发标签呀，这个。啊，你们也是嘛，这个嘛。我只有靠这个颜色一样路，我发现我简单的。也有，也一样。你好多钱呢？你别没事。你发现你们不好调吧？你头你要你不想吃一盘，然后就2两。三个等问题下是9两嘛，之后才8两，这样7两嘛。那其实是在正常，回去再做去。不仅是他这一家，执法人员在市场里的另外一家店也找到了所谓的电子秤遥控器。商户还现场展示如何把原来的标准秤改成能自己随意调重量的遥控电子秤。店主表示，在业内市场上电子秤改正的方式大致有2种，一种是直接输入新的程序和密码，更换掉原来的程序；另外一种是要拆开秤后进行解码和植入新的芯片，因此要贵一点。而后一种方式要安全得多，不容易被顾客发现。主要是对销售方面。这是高精尖技术，这个还是要专门去到馆学习啊。做哪个学的？你这我芯片有没有？那芯片它是要有纯的，加芯片嘛，或者换。就是这个。对，它程序不是原来的程序。在执法人员现场暗访的画面中可以看到，从把合格的电子秤拆开到换好里面的芯片，商户只需要短短3-4分钟时间，一台可以随意作弊的电子秤就大功告成。紧接着，店主把标准砝码放到秤上，开始调试起来。A 是几两呢1两，B是2两，C 是3两，D 是正常。 ？A 是9两。对。987。店主表示，这种通过遥控器来调的秤，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远距离操作，隐蔽性极高。执行暗访任务的执法人员也尝试了一下，在10米的范围内，这样改装的电子秤确实可以随意操控。执法人员在贵阳的多个市场调查到，这些销售电子秤的商铺都表示可以改正。 100多斤的多少钱嘛？还要分嘛？200。你光是秤多少钱呢？自动可以搞遥控的嘛？自动也可以搞。自动说搞遥控是交多少钱呢？这个考虑100。也是交老师。一个不错。你说，拿来加点是加遥控器的。这价格也买，你买自小考验。你买就不到。质量不一样了，那便宜的来话，那好一点。 经过贵州省贵阳市2级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取证，在贵阳市多个市场上流通的改装电子秤大致分为2个种类，一类是篡改电子秤内部程序，使用特定密码开启作弊模式；另一类是加装遥控器，隔空对改装电子秤进行称重模式切换。 根据暗访摸排掌握的证据线索，2023年6月3日，贵州省贵阳市2级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了计量领域缺斤短两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电子秤1359台，发现36条商家使用电子秤作弊线索。对生产、销售、使用作弊秤、缺斤短两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行为利用者，坚持打面熟练，依法查处，切实维护公平计量市场秩序。 电子秤造假手段继续花样翻新，改装手法开始升级，违规的电子秤销售依旧。提前调好，调好过后在方程的150米之内，它任意接收方程信号，干扰方程程序，破解方程的密码。监管部门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查处。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贵州的市场经过了政府部门的清查行动，但设计电子秤的造假行为并没有因此终止。 在记者的调查中，眼下电子秤违规造假销售的阵地悄然地转到了互联网上，而且手段和花样继续在翻新。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互联网上有人在销售一种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秤遥控器。这些遥控器不仅可以远距离遥控自己的电子秤，连别人的电子秤，他们的遥控器也能随意侵入对方的程序，私下进行修改。
如此违规的遥控器真的存在吗？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用地磅遥控器作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了搜索。网页上随即跳出了数百条相关的商品信息网站。记者打开了一个名为广州市精密仪器的厂家，在该厂家首页赫然出现了“专业制造国内外地磅配套遥控器”几个大字，还设置了地磅遥控器、新闻动态、工程案例等项目，用于作弊的遥控器图片清清楚楚挂在首页上。加上微信后，对方二话不说，直接就发来了一段视频，并附带有地磅遥控器价格和功能介绍的文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地磅遥控器这个使用方法。选择工作模式进去之后，你要加的话，你就按一个加号键，然后再输入多少公斤，1吨是1000公斤，是加2000公斤就是2吨。你车子前轮上磅之后，加的话就按 A 键，按下就可以了。减的话就按遥控器 B 键，用一次就按一次遥控器。商家声称，他们的解码器针对市面上的地磅都可以用。根据控制距离的原件，价格分别是3600元一套和5200元一套。而且解码器不仅针对大货车过磅有效，对电子台秤效果也很显著。用之后，然后按个减号，减到24，设置好了之后，直接按底线，按好之后发射，然后速度传入成功。这电子秤是36公斤，减到24公斤，然后人下去之后，电子秤送进你的。除了遥控技术，网络上还有不少商家有改装芯片的技术，价格为1200元一套。相比于市场上那些售卖制作普通电子秤的实体店，这些网上公司可谓是专业的作弊公司，技术含量似乎更高，当然价格也非常昂贵。进入这些公司的首页后，每个网页都是同样醒目的挂着销售作弊器的文字和图片内容。记者加了多个厂家的微信后，对方都会很快通过，然后都迅速发来了视频。我们公司最新款的这款免安装定制舔取手器，加上这个无线中单语为一套设备。打开这个无线中单语可以隐藏在这个烟盒里面。在操作过程当中可以放在烟盒里面，可以放在驾驶室。提前调好，调好过后，在磅秤的150米之内，它任意接收磅秤信号，干扰磅秤程序，破解磅秤的密码。除了设备和技术的不同，这些商家均宣称他们的解码器能破解市面上的各种电子秤，甚至有的商家还向记者发出了到他们公司实地考察的邀请，然后才决定是否购买。地磅、电子秤都可以任意增加、任意减少，小到别人菜园卖菜的，大到高速公路师傅站，都可以约时间给亲自到武汉这边来，试了满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价钱是3600一套。记者在网站里联系上了一位姓张的老板。按照约定，记者来到了福建省福州市一个居民小区。张老板的店铺位置非常隐蔽，藏身于这个小区的居民楼中。在这个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货架上摆放着各种品牌的电子秤，角落里堆放着很多电子秤配件和工具。张老板称，电子秤改装就是在这里完成的。改重量吗？这种的话，这种是准秤。准秤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秤它是准的，校正一下，重量给它调一下可以。能调多少啊？你是你给我调好了，然后给我，还是怎么？对，它是固定的，你要调高一下是调固定的，那种就是大还是？没有厂家会做这种，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犯法。那当然就是用的，反正有需要就有人做。张老板对于改装电子秤属于违法行为心知肚明，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还是铤而走险赚取黑心钱。为了取信记者，张老板拿出一台遥控轨秤，现场做起了演示。张老板告诉记者，轨秤开机后是不会启动作弊功能的，客户可以按照需要，随时在遥控器上按 A、B、C、D 键进行称重切换，操作非常隐蔽。那10%就是9两嘛 ，B， 是不是？对。C 呢 ？C 就是20%，就是8两啊。然后 D 是30%，7两，然后 A 回到正常。张老板介绍，遥控轨秤操作方便，隐蔽性强，很受客户青睐。一旦被消费者怀疑或者遇到监管部门检查，轻轻一点，轨秤立刻变准秤。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16条规定，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第27条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轨秤和黑金秤，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始终不在严厉查处和打击。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一次计量器具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了一条线索。
便衣执法人员在对椒江平桥小支界的一家水果店检查时，发现电子秤存在猫腻，店主还企图通过按键还原电子秤。我们在店内发现了一台作弊秤，那么这台作弊秤上呢，有一个标签显示着是台州、浙江保利恒器和一串电话号码。执法人员根据贴纸上的信息，顺藤摸瓜找到了位于高原小区的保利恒器。在前线的调查过程中，商家十分警觉，不轻易透露其销售伪秤的行为。因为作弊秤的销售通常是非常隐秘的，我们通过多次乔装打扮去到店主的门店房里去进行购买，但是店主呢非常警惕，他多次拒绝称他销售过作弊秤，于是我们通过一个线人在微信的平台上跟他取得联系，并声称该作弊秤购买之后是销售往台州外区域的，这个店主这才就是放松了警惕，并向我们销售了作弊秤。根据前期掌握的密码，执法人员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其中一台电子秤存在猫腻，1000克的砝码在秤上显示为1.3千克。当事人通过购买、网购，还有从外地购买相关的具有作弊程序的主板，然后他将这些主板更换到正常功能的电子秤上面，使得正常的计量器具具有了作弊功能。肉眼人怎么识别它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很难，谁不能说你们，就我们俩无法识别。据统计，这起案件共查处涉嫌违规电子秤15台，涉及2个厂家、3个品牌。后经反复测试，确认其中13台为伪秤。椒江区市场监管局进行了立案，该经营户因涉嫌改装电子秤扰乱市场秩序，也将面临相应处罚。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买到这些缺斤短两的鬼秤。改装的商家还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制不同规格的鬼秤。这些商家毫无顾忌，可以实地考察，现场进行改装。这些鬼秤在使用了种种的黑科技之后，隐蔽性很强，给监管部门的查处和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大的取证困难。赶秤历史悠久，人们在使用当中不断赋予秤独特的文化内涵，它是公平公正的象征，是人心诚信的标志。因此，打击鬼秤，构建一个更干净、更安全、更放心的诚信营商环境，需要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打击计量违法行为的力度，需要追根溯源，彻查鬼秤背后的非法改装生意，从源头上遏制此类违法乱象。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助力消费环境优化，为拉动内需添柴，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火。